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，他认为是美军参加运动会的士兵把这次疫情的源头带到了武汉。很多人都在抨击，说他不要脸。其实他不仅不要脸，而且这种甩锅非常艰难。为什么说比较艰难呢？因为收治这几位美军的是金银潭医院。那金银潭医院已经明确的表示，他们收治的这些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军士兵，或者叫外籍运动员，所患的疾病是疟疾，不是肺炎。这都是已经公认的东西了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我认为大家可以往好的方向想。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次疫情，越来越多的国家真切地感受到了。前面我们说，开这个国际性会议的，包括北约的陆军指挥官，开完会就有人确诊了。前苏联阵营从来没有办到的事儿，把北约的陆军指挥官一朝会，这次肺炎做到了。那我们都看过《阿甘正传》，那么演《阿甘正传》的这个演员在澳大利亚，现在已经被确诊了。那么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也被确认正在自我隔离。越来越多的政要，不仅仅是伊朗的了，是吧？西方国家的政要也被感染。最新的一个报道说，参加国际性会议的，紧挨着川普的，好像还跟他握过手。那有一位官员也被确诊了。那这么多人被确诊，自然就不仅仅是政界了，因为有明星受到冲击了，所以影迷们也站出来了。那么这么多人都在关注，这会儿赵立坚提出这么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，其实我觉得反而会促进对疫情源头的调查。调查到最后呢，到底是蝙蝠、华南海鲜市场，还是武汉批次研究所？只有足够的人关心了，我们才会知道一个最终的答案。即便是勉强向这个世界公布的有限的真实。其实说美军研制了这个病毒，不仅仅在伊朗，在中国的市场也很大。这是因为源自于80年代中国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不可逆的。中国当年有一帮人在搞生命科学，原先是神神叨叨的，是吧？包括气功、内气外放，头上顶个钢灯锅，和这个红茶菌，是吧？练蛤蟆功的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后来发展出很多流传很广的功法。当然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应该是法轮功，是吧？最终中国政府发现这个东西没什么大用处，真的要想延长自己的寿命，不说做到万寿无疆，按前苏联的专家的说法，人能活到140岁，这是要靠科学的。怎么办呢？
跟前苏联学，学了几十年也没什么成果。既然改革开放了，干脆跟美国人学吧。所以中国有许多专家，甚至是学业比较好的数理化的尖子，都放在了生命科学的领域内，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叫生物科技。有学习医学博士的同时攻读免疫学博士的，也有专攻病毒病理的，去德国留学的，去法国留学的，去英国去美国留学的都有。他们搞科研一头劲的时候呢，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。他们拼凑出了一张中国人主要是汉族的基因图谱，并且把它向西方世界公布。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、所有阴谋论的源头。这个源头是真实的，因为非典刚刚结束，就有专业的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指出，这次疫情是由美军研制的生物武器造成的，定向针对华人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汉肺炎，类似于新款非典，有这种阴谋论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所有的阴谋论，它都基于部分的真实。与其让阴谋论在两国之间仅仅是拌嘴，不如像赵立坚这样干脆捅开。捅开了以后呢，西方人会拿它当回事儿，世界各国正好在探寻这个病毒不仅是传播方式，而且统计它的致死率，最终总要有一个人负责。真是天灾大家认了，如果是人祸，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，你总要找出个良家吧，对不对？为今后的索赔也得奠定一个基础啊。所以我认为没必要骂，我们可以帮他扩散，扩散完了以后引起更多的人进行关注。那么世界各国的人权组织完全可以基于最终被国际社会认定的答案，来向中国或者美国的政府进行索赔嘛。前苏联玩过一次，生化武器泄露，死了很多人，但是他死的都是本国公民。那么我们都看过卡桑德拉大桥喜剧性的结尾，损养就能治愈。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影、影视作品都在反映人类对未知病毒的恐慌，包括在美国发生的华盛顿地区的马尔堡病毒，它其实也是埃博拉的一个变种，因为它致死率太高，所以人们非常担心它。灾难片看多了，这回是真实版。那既然有了真实版，总要追根溯源，最起码为今后找到一个能够提醒大家注意的点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并不是一个坏事。既然外交部能开这个头，相信外交无小事儿，他是一个新晋的发言人，代表着最新鲜的力量，有可能也是最符合上级意图的。既然他要开撕，不妨大家多关注，多扩散，希望他最终能够找出个良家。这不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而是死了这么多人，总要有个交代，让生者知道死去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的，谁把他们害死的。
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说要再进来表个态，那就更热闹了。既然他们已经宣布这是一个大流行病，那么追根溯源的搞清楚它的发病地点，这个病毒原始的状态，我相信这也是医学专家在联合国框架下指导世界卫生体系的，这是他们的必修课。但愿我们尽早能看到答案，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让我们对死者最起码在祭奠的时候能够说上一句，到底谁是坏蛋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